这是一台在黑神话：悟空性能测试中能跑到74帧的1000元小主机，升级铝合金机身和超级大满贯接口，升级均热板散热系统，达成了更高性能释放。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台装置 AMD Ryzen 7 Pro 6850H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GMK 极魔客 M7。现在1000元到2000元价位的迷你电脑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全装置 AMD Ryzen CPU 了，比如去年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4800H、5800H、6900HX。进入2024年，我们发现这些去年当红出屏的小主机也有一个小小的弱点，在机身接口上，因为成本和时间的因素，它们相比于2000元以上的旗舰小主机的超级大满贯接口要差一些。2024年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必须完全包括以下：全功能双 USB 4接口，满血 HDMI 2.1 和 DP 接口，双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能外接存储和显卡坞的 Oaklink 接口。那么在1000元价位的终端迷你主机里，大家觉得是否有必要尽快普及旗舰机才有的完全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呢？ GMK M7 装置的 CPU 是 AMD Ryzen 7 Pro 6850H 8核16线程的移动标压 CPU， 内置 AMD Radeon 68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4800兆赫兹，双 PCIe 4.0x4 的 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叫 WiFi 6，前置 Oak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是全铝合金机身，还有一个茶色的透明顶盖，隐约能看到下面的风扇。左上角有极魔客的 logo。 机身接口，前面板 Oaklink 接口，可以 PD 输入的全功能 USB 4接口，双 USB 3.2A 口，耳麦接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双 USB 2.0 接口， DP 2.0 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可以 PD 输入的全功能 USB 4接口，19伏电源接口，双侧、后部、底部都有通风口。逆时针旋转透明上盖，能打开上盖，这里有个旋转标志。这是背部系统风扇，取下4颗螺丝，揭开风扇，看看内部接口情况。2条 DDR5 4800兆赫兹内存，1条2280 PCIe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2280 PCIe NVMe 接口，一共2组 M.2 PCIe 4.0x4 的接口。NVMe SSD 下面是 Intel WiFi 6无线网卡。BIOS 里首页就可以修改性能释放，有安静45瓦、平衡54瓦、性能65瓦3种选择，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20秒后就从70瓦下滑跑在65瓦，整机功耗跑在91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3.9 赫兹。我们单考了1个小时08分钟，室温30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2度， SSD 最高温度39度。我们用 GMK M7 迷你主机的 Ryzen 7 Pro 6850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2分40秒，共计760秒。760秒算不错的成绩，
超过了 6900HX 和 1360P。CPU-Z 多线程 6096.7， 单线程 632.2， 多线程接近 6900HX， 比 1360P 差一点。Geekbench 5多核9388，单核1549，多核成绩还是接近 6900HX， 比 1360P 差一点。Geekbench 6多核10077，单核2089，仍然比 1360P 和 6900HX 差一点。Cinebench 223多核13617，单核1537，这回多核成绩力压 6900HX， 比 1360P 高了不少。Cinebench 2024多核747，单核91，多核超过了 6900HX 一点点。Passmark 多线程 25746，单线程 3469，多线程比 6900HX 略微高一点，比 1360P 也要高一些。综合上面的比较，8核16线程的锐刃7 Pro 6850H 和锐刃9 6900HX 以及酷睿 1360P 性能是差不多的，伯仲之间互有胜负。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106873， CPU 得分627943。我们给锐刃7 Pro 6850H 运行 OpenTable 测试 ，AES 710,641， X20 413,260， CoreMark 388,778。在 CoreMark 成绩上，它和其他的 6900HX、7735HX 差不多的。我们也让这台 6850H 跑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最后结果是 8.75 token 每秒，无限接近 6900HX 的 8.83 token 每秒。Amuse 2.0 跑 AMD 核显纹身图应用，生成太空中的宇航员，用时29秒 0.8 IT 每秒，能用就不错了。注意，这里一定要装32级内存才能用 Amuse 2.0 来纹身图。万众瞩目的黑神话悟空，我们的 680M 核显可堪一战？答案是可以的。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B， 开低画质，超彩开到50，差不多是性能模式，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74帧每秒，完全可以玩啊 ！680M 核显牛逼啊！如果我们把超彩开到了75，差不多是均衡模式下，最后结果是60帧每秒。我们来最终优化一下 1080P 关闭动态模糊，超彩50，性能模式，开启真生成，画质自定义选项。视野距离影视级，抗锯齿影视级，后期处理影视级，阴影低，贴图质量影视级，特效中，毛发高，植被高，全局光照低，反射质量影视级。大家觉得这样能跑多少帧呢？妥妥60帧啊！大家对比一下全低画质和优化后的画质，是不是有了一点点进步？ 680M 核显真的能玩黑神话悟空啊！
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接近70帧，复杂场景接近60帧。地平线4 1080p 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80多接近90帧，不错啊 ！Steam 打骨折的游戏没白买啊！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8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战斗起来50帧出头，这就是 Radeon 6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 89.9 度，内存做显存最高 54.5 度 ，SSD 最高44度，散热表现不错。看一下 3D 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2389 ，Firestreak 7237。Steel Nomad Lite 17.41 FPS， 稳定度 99.3%。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680M 核显已经排在后面了。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8位 RGB 非压缩信号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我们的显示器 DP 接口能够超频到160赫兹，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赫兹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YCbCr 444的非压缩信号。Radeon 680M 核显的视频解码，它能硬解本地 4K 60帧 VP9 视频。YouTuber 4K 60帧 AV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3500兆比每秒，这配置是一块 PCIe 3.0 的 NVMe SSD。USB 4接口外接雷电3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而且此时另一 USB 4接口还接入了一台高刷显示器。说明双 USB 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我们增加了 Oclink 接口外接存储测试，这次我们使用的是天贝双模4盘位硬盘盒3500兆比每秒，达到了 PCIe 3.0 X4 的极限。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英特尔 X200 WiFi 6无线网卡，跑到75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无线性能了。英特尔 i26-V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GMK 吉蒙特 M7 装着了润7 Pro 6850H，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65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100瓦。120瓦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30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9.1 度 SSD 待机温度35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只有51分贝，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3分贝。GMK 吉摩克 M7 它装置了 AMD Ryzen 7 Pro 6850H CPU， 出厂65瓦功耗释放，性能算是强悍的。它无线接近于 Ryzen 9 6900HX， 还和酷睿 i7 1360P 基本打了平手。也就是说，在1000元到2000元价位段小主机中，它几乎就算是性能最强的那一波。当然，比6180下放到1999元的吉摩克 K6 7840HS 性能还是要差一点的。不过，我们看到 M7 升级了2024年旗舰级大满贯接口，这在1000元机中几乎是独一档的。超级大满贯接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台很难过时的小主机。它有双 2.5G 网口可以做软路由，它有满血 HDMI 2.1 接口可以做最高等级的 HTPC， 它有 Oclink 接口可以外接显卡坞。
特别是我们最近体认到 Oclink 外接多盘位硬盘和 USB 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那么它完全可以转型为一个有万兆存储功能的家庭服务器。可以说，这样的小主机功能特别多，功能特别全，可玩性非常高，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剩余价值也要高于其他同等千元小主机一大截。如果厂商们能看到这个趋势，把超级大满贯接口下放到千元机身上，对购买这类千元机的朋友们算是有福了。总结一下， M7 装置了润7 Pro 6850H 65瓦的性能释放，多线程性能接近 6900HX， 和 1360P 也能打个平手，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满血全功能 USB 4能接入 PD 电源，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即墨克这台 M7 算是非常用心了，相比自己以前的所有产品，第一次升级了铝合金机身，第一次升级了均热板散热，第一次升级了满血的 HDMI 2.1 接口，还下放了 Oclink 接口到千元机上，诚意满满。这是一台2024年目前来看最值得买的千元机，因为它不但能用于现在，还可以战未来。我们对 M7 给出强烈推荐评价，任何一位量力而行不购买旗舰想买千元机的朋友都应该首先看看这台具有本年度超级大满贯接口的优质小主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